片刻之后，楚江王口中喃喃着吾乃地府阎君，吾乃地府阎君，青色面容满是苍白，本想抬头挺胸的走路，却禁不住双腿颤颤。还好李长寿提醒一句，不然楚江王几乎都想不起他还可以解掉对自身的封禁。实力恢复之后，楚江王很快就松了一口气，吴心迅速恢复正常，低声道：水神出手，当真不凡，小神服了。阎君过奖，我主要是为了磨砺灵珠子，做的兴起，也就多发挥了一些。这殿可否一直立在此处？自然。那就好。楚江王嘿嘿一笑，等您不用此地了，我就把那些家伙都拉来试试，让他们也过过瘾。李长寿莞尔轻笑，邀楚江王一同驾云赶去找此事的正主，这可是送给灵珠子的大礼呀。刚到丰都城东侧一线天雄关前，李长寿恰好就看到了这般情形。灵珠子浑身闪耀灵光，身形自峰顶冲天而起，于空中倒悬而立，对着下方轰出一掌，口中大喝：大威天龙！掌心之中窜出了一条四爪金龙，金龙虚影骤然膨胀，凶猛地轰在牛头马面的秘密花园，把4位战巫摁在地上一阵摩擦。楚江王赞叹：令师侄悟性惊人，我巫族战技都能如此迅速地掌握。李长寿含笑点头，刚要对灵珠子传声，心底突然就觉得轻颤了一下。几乎是下意识的，李长寿豁然转身看向幽冥界之西，面色无比凝重。水神，怎了？楚江王皱眉问了句，李长寿却也答不出，他心底灵觉还在微微震颤。这非危险的预兆，也不是谁在提醒自己，纯粹是因为自己这一具化身感应到了某种与自己有关联的大事。那里是什么地方？那边飞出几万里都是血海之地。血海？李长寿闭上双眼，心底的念头此起彼伏，一道灵光闪现被他紧紧握住。不能急，不可躁，不能轻下决断。空明道心，开；均衡大道，开；劫运无影响，天道未左右。道心如镜台，无波且无澜。底牌风宇宙，万里寻风。李长寿精神一振，轻哼了一声：哼，阎君，速速调兵，血海要有一战。小琼峰密室中，太清圣人画像前，李长寿躬身一拜，面前立刻出现了一团团流光，凝成了玄黄塔乾坤尺、离地验光旗以及一张太极图。李长寿仔细思索，顿时明白了老师的深意。众宝近乎齐出，自是要稳。要我别浪，稳一点。定是这般。与此同时，洪荒之外，已经不知安静了多久的玄都城，那被层层叠叠阵法光壁包裹的城头，一张微微摇晃的摇椅上，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法师伸了个懒腰，抬手摸了摸胸口，迷迷糊糊地嘀咕了几声：图去哪儿了？保其贴身存放，丹房附近大阵完全开启，有任何要外出的念头都要忍住。雨师师叔和熊力都在修行，我已经传声叮嘱他们了。还有啊，我的这些纸人万万不得离身。小琼峰的密室之中，李长寿一字一句叮嘱着，灵娥不断的点头，那双大眼之中写满了认真。总算李长寿得了离地验光旗一缕灵诀，宝琪说的是定会护你师妹周全，莫要叨叨了。李长寿这才是停下叮嘱，对离地验光旗拱手做了一个道揖，身形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不见。变唠叨了？有吗？不过是白泽不在黑赤峰，我本体要外出，怕师妹被劫运影响罢了。出了渡仙门，
李长寿就通过指道人感应了一下灵娥处的情形，发现他已经哼着小调，抱着一身宽松的练功服去了他在山体密室中的专属房间泡澡去了。微风中，李长寿现出模糊的身形，摸摸下巴，摇头轻笑，目中青光一闪，化作一缕青光，极快地飞入东海。终于来了。西方教八成是有些急了。文静道人上次对自己所说之事，西方此时就已经开始动手，比李长寿推测的几个时间点都要提前。西方教想要在紫霄宫商议封神事之前扭转此时被动的处境吗？但他们命里犯了寿啊！好巧不巧，李长寿在地府忙碌灵珠子之事，一时兴起造出了能够下到阎王的试胆殿，并为此多耽搁了半个月，恰好感应到了血海深处诡异出现的大道动荡，顺势探查。今时不同往日，李长寿的均衡之道无时无刻运转，对种种异象有较为敏锐的感知。但是若他当时指道人没有活跃在丰都城之中，也不会感应得如此及时。自然李长寿也不能排除这有可能是天道暗中给自己提醒，而且李长寿不得不多想一些，先有自己功德被拖欠，无法凝成功德金身之事，后有西方教在血海搞事，要开辟新的轮回，李长寿嗅到了一丝丝套路的腐臭味儿。不急，先喊人。就算时间点提前，但应对此事的思路自不可变，拿出自己此前准备好的方案就是。传信玉符各处撒，纸人化身奔走忙。不过半个时辰，李长寿就通知了自己能够请动的几位道门顶尖高手，以及一位非道门高手。对不同的高手，李长寿的说辞也不一。对忠厚老实的黄龙真人就道一声：师兄可有空来地府幽冥，师弟有事需要高手镇场。黄龙真人二话不说，闷头就赶往了最近的幽冥界入口。像太乙真人呢，对其就要委婉一些。师兄，我与灵珠子在地府之中，这边遇到了一些麻烦，若师兄有空，还请来丰都城一趟。虽然灵珠子在地府和遇到了麻烦并不存在任何关联，对截教的多宝大师兄，李长寿就要直接说明事态的严重性，言说西方教有意通过开辟第二轮回挽回大教气运，西方阐截三教，既要应节，在大节中总要有个输讲。这道理多宝道人自然明白，这位大师兄遵从李长寿的叮嘱，喊上了同门3、4位高手齐齐来地府驰援。至于赵大爷这般自己人，李长寿就一个字儿：来。用词短，显得亲近，但凡多说一个字，那就生疏了。然后赵公明在西海某个岛屿上拿着传信玉符，一脸懵，推算之法又得不出任何结果，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寻李长寿。还好啊，这后面接到了多宝道人的传信，这自然也在李长寿的计算。他其实也有私心，故意避开了三仙岛，想着让云霄避开此战，但是架不住多宝道人稳了一手啊，也给云霄去了信儿。云霄仙子并未迟疑，叮嘱2位妹妹和岛上的1、2仙子好生修行，勿要外出生事，带着混元金斗赶赴幽冥界。李长寿的本体最先抵达丰都城外，整个过程没有惊动任何的生灵魂魄，随手收起了在此地的纸人。楚江王在紧急调兵，大队阴差开始在丰都城前汇聚，但是楚江王只知血海将有一战，却不知具体如何。这里的情形定然是瞒不过西方教，李长寿稍后自有应对。首先赶到丰都城的却非道门高手。五色神光划过幽冥界昏沉的天穹，趁丰都城各处设置的大阵一不留神，这神光已是落在了城外的试胆殿处，对李长寿露出少许微笑。一袭湛蓝华锦衣，长发半盘落前身，世间少寻唯独我，非正非邪非仙神，凤族当家人孔宣。
何事竟让你如此着急？孔宣温声说着，手中握着一把五彩羽扇，轻轻摇摆。此次最好是有些大事要做，刚好还上你这份人情。稍后待人来齐了，我一并解释。若道友不愿参与此事，道士也可以自行回返。孔宣轻轻颔首，言道：我自会斟酌以待。你还请了何人？他话音刚落，旁边不远的山坡上就凭空出现了一口大洞，一名有些微胖的道人挽着袖子跳了出来。好你个长庚，跟吕岳师弟一起在那什么秘境中常驻不走，竟也不带为兄一个。这道人身着淡黄长袍，小腹稍显圆润，慈眉善目，嗓音洪亮，又有一种自成的沉稳气度。由洞辨人，自是截教多宝。李长寿忙道：多宝师兄可莫要如此言说啊！我与吕岳师兄相见如故不假，但只是化身在天涯秘境之中，忙一些与天庭有关的事物。哼！一声冷哼自洞内传来，就听风铃作响，便见金光如水波晃动，那身着金色纱裙的金陵圣母款款而来，面容圣洁肃穆，妙目蕴光薄怒。他轻斥道：你便是不在意这般名声，也该考虑考虑云霄师妹。师姐放心，我自会对她详细解释。多宝师兄，金陵师姐，此为凤族孔宣，是我好友，今日也请他前来助拳一二。当下三大高手各自见礼，但彼此并无主动相交之意，骨子里都有着一股傲气。多宝道人打量着这试胆殿，笑道：这有什么新奇玩意儿？长庚，你做的？其他人应该还要再慢一些。师兄可要进去逛逛？多宝道人挑挑眉，背着手轻笑两声：试试就试试，为兄还能怕这些阴间的玩物不成？言罢，多宝自封修为，踱步进入此间，其内顿时安静了下来。不多时，天地间又见水蓝光华绽放，一道身影直接闯入了丰都城外围大阵，这就让阴司大阵群就很气，而且没牌面。赵公明身着战甲，美然飘舞，见到李长寿刚要朗声大笑，又瞧到了旁边的金陵圣母，不由得就板正面容，嗓音都比平日里要低沉成熟了许多。长庚啊，可是有什么急事啊？李长寿刚要回话，心神一动，转身看向了东侧一线天的方向。老哥稍等，我去接一下人。言罢，身影化作一缕微风，极快地遁去了一线天之外。那里一抹袅袅淡淡的云雾飘来，在空中徘徊一阵，并未直接闯过阴司布置的大阵，而是在静静等待着。待李长寿的身形出现在高空，这云雾方才渐渐消散，显露出其内玉人真容，对着李长寿盈盈浅笑。道不尽仙子如画，说不完似水柔情。最难得的便是两看相宜，最舒适的便是心神安宁。一眼望去，云外是你。他身着长穿的素白长裙，坠玉束环，仙足云履，几缕长发随风前探，纤美柔灵的身姿不沾半分烟火气息。李长寿向前做了一个道揖，他便欠身还了一礼，而后向前一步，到得李长寿身前5尺，柔声问：遇这般事，你怎的都不喊我了？不愿你入劫运之中。云霄便不知该如何回答了，似有少许的女儿家姿态，微微抿嘴，目光挪向旁出，但终究还是拿出当代大神通者的风范。他道：入不入劫是天定，出不出劫由你我，躲是难躲的。李长寿含笑点头：咱们在这儿等一阵，阐教的3位师兄应该也要到了。
他话语刚落，远处就有七彩玄光闪烁，一口玉鼎破虚空而来，其内飞出了3道流光，自是黄龙真人、太乙真人与那玉鼎真人。太乙真人眼睛一瞪，瞧到了正在下方山峰顶端正在那儿打坐歇息的灵珠子，不由松了一口气。随后太乙真人看向李长寿，又看向了李长寿身旁的云霄仙子，目中悠悠，开口就是一句：哎，你可真难，仙子在侧相伴，缺几个跟人斗法的呗。啊，这不是想着让师兄也多一点参与感，故用言语相激，莫要让师兄错过了如此盛事。哼哼，这么说我要谢你了？啊，不用，都是师弟应该做的。玉鼎真人道：莫要拌嘴了，此间何事？黄龙真人也道：长庚师弟啊，你这是请了多少同门呐？3位师兄，请先随我来吧。李长寿看了眼下方，那正抬头眺望不知所措的牛头与马面，对着2位勾魂使者传声言说几句。马面撒丫子朝着丰都城疾驰而去，牛头喊醒了灵珠子，同样赶去了丰都城中躲着，走得稍慢。试胆殿前，李长寿喊来的高手已经是到齐了。截教金陵圣母赵公明，阐教黄龙真人、太乙真人、玉鼎真人，飞道门高手孔宣，以及被多宝请来的云霄仙子。多宝进了试胆殿，现在还没有出来。除却黄龙真人没有什么宝物，缺了一点福缘，以及太乙真人修为境界比起同时期的圣人弟子差了许多，都快被李长寿追上之外。大家都是洪荒之内，圣人之下，绝顶的高手。但是李长寿此时面容依然是无比凝重，对着众人传声说了自己掌握的信息。